1529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想要休妻另娶。彼时的红衣主教沃尔西因为没能帮助国王摆脱凯瑟琳王后而垮台，他的律师克伦威尔通过扶持安妮·博林上位而遂了国王的心愿，从一个底层小人物变身为国王的心腹大臣，辅佐国王推进宗教和政治改革，充实国库，清除异己。1535年7月6日，托马斯·莫尔被处死当天，克伦威尔帮国王规划巡游路线时，在自己的日程表上记下9月初5天狼听。正是这次狼听之行，让曾经担任过凯瑟琳王后和安妮王后的侍女简·西摩登上了历史舞台。克伦威尔不仅需要帮助国王应对各种内忧外患，还需要为国王的喜新厌旧找借口，并帮他休旧妻娶新人。克伦威尔深知国王第一桩婚姻的终结曾经因为久拖不决而闹得沸沸扬扬，成为整个欧洲的谈资，所以他需要吸取教训，快刀斩乱麻。于是在托马斯·莫尔被克伦威尔和安妮·博林联手推上断头台不到1年后，安妮即将面对自己的宿命。大家好，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我们继续讲《狼听》第6集，也是第1季的最后一集。亨利八世曾经对安妮有多热情，现在就有多冷漠。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这一切，一定会倍感欣慰吧。国王对安妮弃如敝履，王公大臣们纷纷对性格乖张霸道的安妮·博林表示不满，甚至试图拉拢克伦威尔一起反对她。而安妮还在对玛丽公主耿耿于怀，甚至当面指责克伦威尔背叛自己。安妮当然发现自己失宠了，但是她娇生惯养的骄傲让她无法低头顺从，一路坦途的人生让她不会审时度势。虽然心里已经乱了方寸，可表面上仍然骄横霸道。她习惯用凌辱弱者来获得心理平衡，折磨人取乐来淡化自己的郁闷和烦恼。可这一套处事方法在顺遂时无伤大雅，在失势时绝对是作死的灵丹妙药。安妮把年轻的宫廷乐师一通调戏羞辱，然后又在2个绅士争风吃醋的说笑中嘲笑公爵夫人年老色衰。如今安妮已经失宠，公爵夫人不打算再忍了，板唇相讥。安妮失宠后只敢拿小狗撒气。安妮恼羞成怒地当众甩了公爵夫人一耳光，被打的公爵夫人更是怼脸直言，安妮不配为皇后，只不过是个身份比自己低微的伯爵之女，而且现在还失宠了。气得安妮要求侍卫哈利把公爵夫人拉出去淹死，但被哈利婉言拒绝了。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安妮不仅说出哈利私下向自己示爱，还威胁道如果现在国王死了，自己就是最大的，谁敢忤逆自己。这一番话从皇后嘴里说出来，真是吓死人了。哈利当众就吓跑了。这事儿很快就被国王知道，任凭安妮如何解释都无法化解国王的愤怒。公爵夫人可根本不打算善罢甘休，她把安妮如何勾引国王，如何在婚前与国王以及其他贵族之间的淫乱之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克伦威尔。想必克伦威尔一定不是他唯一的听众，这个气急败坏的女人恨不得把这些事宣扬得人尽皆知，甚至开始编排孩子长得都不像国王亨利的谣言。他希望安妮快点倒台。托马斯找来受辱的琴师询问，年轻的琴师一开始还没明白事态的严重，满脸得意地吹嘘自己因为受到皇后青睐而被年轻贵族们嫉妒。他随口就说出了韦斯顿和诺里斯2个名字，但当他知道这些会被当作口供记录下来时，当场就承认这些都是自己编造的。可惜为时已晚，托马斯很快便从他嘴里问出了许多对安妮不利的证词，以及几个与安妮有关系的男性名字。在这几个名字里，就有嘲讽沃尔西主教的那几个人：弗朗西斯·韦斯顿、威廉·布里尔顿、哈里·诺里斯、乔治·柏林。国王下达了逮捕令。安妮仿佛看到自己人生的盛宴开始落幕，看着眼前抓捕自己的亲舅舅和亲信大臣们，安妮心怀不甘，又对即将面临的审判恐惧不已。
托马斯体贴地伸出手，平静地告诉他什么都不用做，跟自己走就好了。这份镇定让人心安，似乎即将要前往的是花园散步、郊外野餐一样轻松。但穿过幽暗的水道，眼前赫然耸立的黑暗斑驳的伦敦塔，让安妮十分恐惧。1536年5月2日，安妮·柏林被逮捕，并被带到了伦敦塔。她被指控犯有多项罪名，包括通奸、叛国、巫术。他的哥哥乔治·柏林以及其他几名男士也被控与他有不正当关系。亨利八世又一次如愿以偿地让皇后位置空了出来，他需要一个可以给自己生儿子的皇后，但表面上的戏份也要做足。他认真地反省着自己的错误，懊悔没在安妮犯错前多给予她关心，并承认自己被蛊惑、被勾引后鲁莽的做法。那些成为敌人的欧洲盟友，被处死的忠心正直的臣子，比如沃尔西主教，这一下又勾起了托马斯的回忆。现如今那场丑剧里的4个主角都锒铛入狱，任凭托马斯审问、戏弄、嘲讽、威胁，他们努力地想要脱罪，还在天真地认为国王会碍于他们的家族背景而手下留情。克伦威尔隶属着他们被指控的罪行，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直到最后，他们才从托马斯的口中理解到，这次定罪还有克伦威尔私仇的原因。托马斯笑着解释，国王需要几个罪人，而自己手里刚好有几个现成的，干没干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需要有人给皇后陪葬。安妮此时还对国王亨利八世抱有一些期待，在托马斯探望他时，希望能得到国王的消息。托马斯告诉他，现在他除了忏悔之外，唯一值得做的就是想想如何让女儿伊丽莎白得到妥善的照顾。1536年5月15日，安妮·柏林上庭接受审判。审判由他的叔叔托马斯·霍华德，也就是诺福公爵主持。虽然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而且嫌疑人都拒绝认罪，但依然被法庭判定有罪。Unanimously guilty. 1536年5月19日，安妮·柏林被处以死刑。在他走向断头台的路上，还在期望亨利八世能够对他网开一面。他把首饰分给围观者和女佣们，然后在行刑台上做了简短的遗言。But I pray God save the king. Lord have mercy on my soul. To God I commend my soul. Apportez l'épée. 最后在恐惧和绝望中身首异处。侍女们浑身沾血的将他的尸体和头颅放入简单的木棺。这个消息被迅速地带给即将登上后位的简·西摩。当克伦威尔再次走在被阳光照耀的豪华辉煌的宫殿里，看着满脸兴高采烈的国王亨利八世张开双臂给予热情的拥抱时，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和麻木。那些被指控与安妮通奸的男士在1536年5月份被审判，尽管证据大多属于臆测和陷害，他们都被判处死刑。1536年5月17日，在伦敦塔外的吊人丘上被斩首。安妮被处死的主要原因是未能生育男性继承人，这是她和前任阿拉贡的凯瑟琳被废除几乎是一样的理由。
而且安妮在这场夺位的婚姻里，加剧了英格兰与欧洲其他主要天主教国家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与教皇和圣罗马帝国。而且他推举的几个大臣以及他本人都在积极推动宗教改革的进程，引起了许多传统宗教派别对他的痛恨。至于通奸和叛国的指控，尽管这些指控的真实性至今仍然是争论的焦点，但在当时是被作为处决他的最大法律依据。而亨利八世对安妮失去了兴趣，并且渴望与简·西摩结婚，希望通过新的婚姻关系能够生育出男性继承人，才是导致他死亡的最大原因。安妮的遗体和头颅被埋葬在伦敦塔内的圣彼得教堂，没有任何标记。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最终成为英格兰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安妮·柏林的故事在英格兰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成为亨利八世统治下政治和宗教变革时期的冲突和悲剧的象征，并经常被引用为权力、爱情、背叛和阴谋的经典案例，被历史家、作家和艺术家不断地重新诠释和探讨。虽然本季结束了，但本剧还没有落下帷幕。正在拍摄的第2季中，我们将继续跟随克伦威尔的视角去游览那个年代的英国宫廷，并将看到作为本剧主角的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结局。好的，本剧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 There he is. Shall we go down? And that's me. Anne sans tête. No more can you.